能不能再听一听，听你的声音。一条黑色的丝带，一个几乎没有多余动作的舞台。罗云熙和姚晓棠合作的《无人知岛》播出之后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讨论高音，也不是比较谁的技巧更强，而是留下了同一句评价：罗云熙好像是在用演技唱歌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像粉丝滤镜，毕竟唱歌就是唱歌，演戏就是演戏。一个演员站上音乐舞台，表情多一点，眼神深一点，就能叫用演技唱歌吗？可认真看完整个舞台，你会发现观众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，不是他表情有多丰富，而是罗云熙在这首歌里的动作非常少。他没有把情绪直接推到观众面前，也没有着急的证明自己唱有多痛。他做的是把表情、身体停顿和声音放进同一个叙事里，让一首很多人已经听过无数遍的《无人知岛》重新有了人物，有了灵魂，也有了新的关系。不得不说，这确实是用演技唱歌。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把舞台演成电视剧，而是把歌里的情绪变成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。我们先来看这个舞台最容易被记住的视觉细节：黑色服装、细框眼镜，还有系在脖子上的黑色丝带。黑丝带究竟有没有某种明确寓意？节目并没有给出标准答案，所以没有必要强行把它解释成伤痕束缚或者告别。可从视觉效果来说，它确实完成了一件事，把罗云熙整个人的状态轻轻收紧了。这条丝带没有制造夸张的华丽感，反而像一道很窄的边界，让他的脖颈、下颌线和面部轮廓显得更加清晰。配合舞台偏暗的光线，他站在那里还没有开口，人物的孤独感就已经出现了。注意，是人物感而不只是氛围感。氛围可以靠灯光、服装和镜头制造，但人物感需要观众相信这个人心里似乎真的藏着一段没有说完的话。对此，罗云熙的第一个处理是没有急着把这段话说出来。歌曲刚开始时，他的表情并不浓，眼神没有持续盯着镜头，眉头也没有刻意皱紧。很多时候，他只是安静地站着，把视线落在一个并不明确的方向。这种处理很像演员进入一场内心戏。当一个人真正陷入回忆时，他通常不会一直向外表达，他会短暂失焦，会像在看某个不存在于现场的人，也会在一句话即将说出口时，下意识地把情绪收回去。所以这里你会发现，罗云熙在唱这种歌时，很少用一个完整明确的表情告诉观众我现在很难过，他留下了空白。此时观众又刚好主动走进了这些空白里，这是他使用的第一种演员方法。表情不是答案，而是线索。尤其唱到那些带有询问感、回忆感的歌词时，他的眼神并没有突然变得激烈，反而出现了一种很短暂的犹豫，像一个人已经知道不会得到回应，却还是忍不住再问一次。这种知道答案却仍然开口的感觉，让歌曲里的遗憾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词，它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人，在具体的某一刻仍然舍不得结束等待。第二个细节是他的身体。舞台上的罗云熙没有大量走位，手臂也没有频繁配合歌词做动作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身体没有参与表演，他仅仅使用一种非常克制的身体语言，肩膀基本保持稳定，身体重心没有明显向前压迫观众，整个人像在有意识地维持一种距离。当到了某些情绪开始上升的位置，他的上半身会出现非常轻微的前倾，幅度很小，甚至不认真看就会错过。正是这些细微的变化，让人感觉他原本压住的东西正在松动。这和影视表演里的逻辑很像。真正有效的身体语言未必是抬手、转身或者流泪，有时只是呼吸突然变深，喉结轻轻动了一下，或者身体想向前一步，最后却停在原地。演员并不是用动作代替台词，而是在动作发生之前让观众看见人物的犹豫。罗云熙在《无人知岛》里就保留了这种未完成感，他没有完全静止，而是让所有动作都停在刚刚足够被察觉的位置，这让整个舞台没有变成外放的情绪宣泄，反而更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与一段已经远去的记忆对话。第三个关键是停顿。很多人理解的唱功，首先是音准、音色、气息和高音，但一首歌能不能形成故事，除了唱出了什么，还取决于歌手在哪里没有立刻唱下去。无人知岛本身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，熟悉到前一句刚响起，很多观众就已知后一句是什么了，这就大大提升了重新演绎的难度。罗云熙在这里的处理不是大幅度重唱这首歌，
而是在句子内部保留呼吸与停顿。有些字唱得很轻，像还没有完全说出口；有些句尾没有马上落下去，而是让情绪在空气里多停留一瞬。就是这一瞬间，让原本熟悉的歌词重新产生了不确定性。观众明明知道下一句是什么，却开始在意他为什么现在才说，他是在对谁说，对方还能不能听见。这就是停顿的作用，它不只是音乐节奏，也是人物心理的节奏。就像演戏时，同一句台词说得太快，可能只是陈述，停1秒再说，就可能变成试探；停得更久一些，有可能意味着人物已经挣扎了很久。唱歌也是一样。第4个部分是他和姚小棠之间的关系。罗云熙在节目采访里说过，他觉得双人合唱会让歌曲更有对话感。这句话几乎就是理解这个舞台的一把钥匙。因为无人知道在这个版本里，不只是2个人轮流完成各自的段落，他们更像站在同一段思念的两端。姚小棠的声音明亮开阔，情绪像从远处传来；罗云熙的声音相对温润内收，更像留在原地的人。2种声线放在一起，没有完全融合成同一种情绪，而是保留了距离，这份距离非常重要。如果2个人从头到尾都唱得同样浓烈，这首歌可能会变成一场共同宣泄。现在罗云熙这版听起来更像2个无法真正抵达彼此的人，在不同的空间里重复同一段话，一个人在呼唤，另一个人也许听见了，也许只存在于记忆里。这样的2个声音交叠的感觉，像是一段关系在音乐里短暂的重逢。当然，用演技唱歌并不等于可以忽略唱歌本身。事实上，越是想用克制的方式表达，越需要对声音进行控制。罗云熙曾说，无人知道看似简单，实际不好唱。这首歌不能一上来就把情绪堆满，如果开头已经用尽力气，后面的递进就没有空间。若只追求声音轻柔，整首歌有可能失去支撑，最后只剩下一层漂亮的氛围。所以他选择了发挥自己的优势，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聪明的抉择。他作为一个演员，对情绪层次的理解很深，知道一句话为什么要轻，为什么要停，为什么这一刻应该看向对方，而下一刻又要把视线移开。但他并没有完全用演员经验替代演唱技巧。我们看到评论他用演技唱歌，并不是说他在舞台上表演悲伤，而是说他先给这首歌建立了一个人物。这个人物有等待的人，有没有寄出的信，有无法抵达的地方，又有一句明知道没有答案，却还是想再问一次的话。当这些东西成立之后，表情、身体停顿和声音才有了共同的方向。造型可以随时模仿，悲伤的表情也可以设计，但如果人物心里没有一条完整的情感线，每个动作就只是孤立的装饰。罗云熙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，他的每个细节都指向同一个人、同一段关系和同一种失去。他没有改变这座无人之岛，只是让大家感知到岛上站着怎样的一个人。舞台结束后，黑色丝带、细框眼镜和那些克制的眼神或许会最先被记住，但更让人雄伟的是能让人反复回看，并不是某一个漂亮镜头。也许你会隐约感觉到他似乎还有一句话没有唱完，那句没有唱完的话才是罗云熙留给这首歌的余味。那么你觉得罗云熙这一次是在唱无人之岛，还是把它演成了一段没有台词的故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。请欣赏罗云熙清唱。你爱我还是他？